观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早安中国》。今天是8月25号，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其实，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曾经想加一期节目来着，后来呢，方伟时间比较紧张，我们今天呢，把周末就要加节目的内容呢，今天给它加进来。主要呢，就是我们知道习近平跑西藏露面了，然后呢，在他露面之后，现在越扒细节是越有意思，越扒细节呢越诡异。他这一次露面可没有那么简单，而这里边呢，跟他同行的胡春华，包括不露面的诸多的军头们，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而今天呢，更多的线索又出来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居然说出来一个春华秋实，懂得中共这种语言的呢，都知道这绝不是一件小事儿。那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请石山还有秦鹏呢，要一起跟大家好好扒一扒。好，我们先是简短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大家好，大家好，早安中国啊，非常高兴你每个星期都能够跟大家见几次面，非常高兴。大家早上好，美国的朋友们呢晚上好，就完事儿了。完事儿了。你愿意补刀一下，这个新闻到底有多重要？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代表着中共的这个权力交接已经在进行时了，对吧？对。在习近平刚一露面的时候，咱们会觉得，诶，身体好像也能上西藏啊。然后呢，看来呢，大家达成了意见。但是你再扒一扒细节，太有意思了。但是呢，在大幕啊这个重点这个开始之前呢，我们要说一个今天的国际上的外交的新闻，这也是蛮大的一件事儿，那就是韩国这位新选的总统李在明，今天中午就在白宫和川普见面了。那么他们今天最新达成的这种对话里边，又有很多的细节。同时呢，川普透露了他可能要去再见一见金正恩，还有可能去中国。所以我们今天先说说这件事儿哈。那秦鹏刚才我们俩都看到了这个新闻，对吧？我们看到呢，李在明在去到白宫之前的话，川普就发了个帖子。这个帖子首先就在说，你们韩国在搞什么？你们在进行什么事情？我们不能跟这样正在搞这种政治清洗的国家进行各种贸易。这个帖子就很不给他面子。对。而呢，这个李在明呢，在来到美国的他的军机上哈，就是1号总统飞机上，他回答记者的时候呢，也很强硬。那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国际外交上没有什么亲谁反谁的。如果呢，我们现在能不能离开中国？如果不能离开的话，那你把我叫做亲中，但我就亲了吧。然后呢，甚至呢，之前他在大选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支持台湾，他不是说台湾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吗？我们最重要的搞好跟中国的关系。他说等到外星人侵略地球的时候，我们再想台湾的事儿。这些事儿呢，都让大家对李在明亲中的这个色彩呢，一直是非常非常的关注。所以呢，本来呢，今天来了之后，第一个所有外界都在分析，你怎么在川普面前来维护这种 balance？ 你怎么处理现在韩国、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平衡？所以今天你看到了哈，那他们之间谈话的话，你觉得他是怎么回答川普这件问题的？有没有把川普的真的搞定呢？我觉得川普其实首先我们在这个会面之前是狠狠地敲打了他一番。那话怎么说的？韩国到底怎么了？看起来像是一场清洗或者革命。我们不能在那里做生意，那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是非常重的。所以大家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呢？是前总统尹锡悦，而川普呢是支持这个我们讲右派的，对吧？李在明他是非常典型的左派的这个思维，而且尹锡悦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好，他是非常支持美国的，突破了日韩之间已经冻结了一段时间的这种两国关系，都是尹锡悦做的。没错，所以呢，就是很明显来讲的话，他对于川普的希望的这个我们说印太的围堵中共的这样的一个联盟，美日韩，再加上呢，就是在南边的澳大利亚等等，这样一个联盟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人手，一个帮手，对吧？结果呢，现在是尹锡悦在韩国遭到调查，甚至呢很可能会被判刑，现在还在羁押之中啊，没错，所以这个包括他的太太，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蛮大的一件事情。那么川普这个毫无疑问，其实应该就是只敲打他，但是今天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说真正他这个。然后川普自己给自己这个一个辩解，他说呢，我其实当时是指这个韩国的教堂，或者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基地在受到了这种突袭，然后呢美国呢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可是这种事情在韩国有吗？没有。对啊。对吧？因为韩国它本身就是这个基督教，实际上是非常盛行的，没错，就不会说是有这个教堂受到通缉，甚至谁敢通缉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呢？也没有。
所以你这个话相当于这么一转弯，然后给自己一个小台阶下，其实本身我觉得就在重新敲打一遍这种感觉哈。然后呢，他就让这个李在明当众再去解释一番。结果李在明就说啊，我们这个有特别检察官正在进行独立调查。哎，结果这个川普狠狠地补了一刀，对吧？对，就像那个恶魔般的这个，就是调查他自己，调查这个川普的那个史密斯这个调查官一样吗？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又相当于什么讽刺了他一下。啊，这个太狠了，因为那个查川普的那个特别检察官查他通俄门，包括呢他的这个庄园去搜查的时候，都是那个独立调查官去做的，他就把他叫做他们疯子、精神病，他直接用了这么一个词。疯子嘛，对，所以你说他就像疯子一样吗？对。然后呢，李在明当然解释说啊，他们是这个独立调查的，对吧？我这个也说了不算。川普说哦，我被你说服了，是不是真说服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外交场合的一种表述。那意思是说，我还会看你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来讲，其实川普一定会再继续看。当然，我们说呢，这两国它毕竟有非常深的这种相互的需求，对吧？第一个呢是川普非常看重的美国制造，那韩国呢现在在给美国非常重要的这个投资。船，特别是这个造船，没错，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因为韩国是除了中国之外，这个第二大这个造船的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呢，船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资产，所以造船业是必须有的。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大家是在达成这个共识。再有呢，川普呢就跟李在明探讨了就是卖武器的问题。卖美国的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当然这个是个双方都得利，也是美国很高兴的这种事啊。再有一个，我觉得它里边呢，就是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了说，你到底是真的敲打这个李在明呢，你还是说是用来要价的呢？对吧？就跟那个英特尔一样，你之前说敲打立即辞职，然后呢这个陈立武对吧？然后 CEO 陈立武到了这个白宫去见了一面之后，然后川普说啊，我被他给说服了。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入股这个英特尔，然后成为最大股东。然后呢，变股份。对，所以你到底是警告呢，还是要价？当然，很多人肯定一定会这么去想了，对吧？但是我怎么想呢？我说，其实这两个都有，因为现在不有那么一句话很流行嘛，对吧？说这个小孩才做选择。对吧？成年人是通通都要。对川普来讲的话，那其实这两个事情他都想做到，就是跟韩国的合作，甚至包括继续谈判贸易。那3500亿的这个投资，再加1000亿的这个天然气的投资，拉斯维加斯的，对吧？这个是4500亿的投资，这个要贸易谈判继续要，然后呢，回头再让韩国增加这个。军事基地的这种费用分担，他也要。然后呢，你推行韩国的这种川普的价值观，他也要。所以这其实我觉得是川普第二任2.0以来的话最大的一个变化。他第一任的话，他基本上只要这个贸易，对吧？然后呢，其他方面的话做一个合围就行了。第二任的话，他是非常全面的再去说方方面面的这个战略合作，我要。然后呢，这个投资我要，同时呢，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对盟友们的各种关系来讲，我要用价值观来去重塑这个整个关系，对吧？对韩国的这个是要求，他必须在中共和美国这个之间的话进行选择。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觉得所以这一次你看，李在明应该是读懂了川普的意思，至少是他做了一定的这种试图去化解。你比如他去了日本，先去日本，打破了历来的韩国外交惯例。而之前他那个什么，就是竞选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个基本盘是反日的，他的原来的那个党的那个基本的这种价值观是要煽动这个仇日的那些情绪的，民族独立吗？结果这一次的话，相当于是大大的改变了，这什么意思？对吧？这相当于就是先给川普先送上了一份礼，说我其实还是看重这个整个你的
亚太的、印太的这样的一个小北约的，就是说围堵中共这件事情是要的。这件事情直接就被卢比奥给称赞了一下。他这件事情说你打破外交惯例呢，但的确做得非常的不错啊，从外交这个地缘政治上。然后你刚才讲到的他那个教堂，川普说教堂它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呢就是李在明上任之后的确搜查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叫什么爱心第一教会，是保守派的牧师叫全光勋。然后就因为呢，之前首尔的西区法院不是去审判或者是听证尹锡悦嘛，当时有一个骚乱。那么他搜查这个教堂呢，就认为说他涉嫌了这部分。当然了，现在这个教会是否认的，还涉及到美军基地一个教堂。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后来没有那么明说，但是他说这件事情是存在的。但他实际上相当于还是跟那个尹锡悦是连在一起。对吧？所以你说敲打来敲打去，其实还是敲打的这个。对，包括你看他俩说话的时候，在那个白宫里边说话的时候，他说他问了川普，还是在问。我个人觉得川普是个蛮性情中的人的，他也知道你不能不给国家领导人面子，毕竟是人家国家选民选出来的。但是呢，他其实心里很堵得慌。我觉得川普一直在为保守派的这些总统在发声，不是吗？那不光是他了吧？之前还有像这个。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啊，他都在去发声，巴西的啊，包括这个墨西哥的，他都在替这些总统发声。以色列总统，没错。啊，每次我们就说他可以不讲话，你要是都作为你别得罪各种，这叫典型的政治不正确，你干涉人家内政了，对吧？但是他说了。但是这次呢，你看他又开始了。尹锡悦现在连他夫人都已经被羁押在里边了，现在看来，这可能也是将来会不会要落刑啊等等，这是大家所关注的。那韩国的这个每一次下台的总统都给弄进去了，没错，这又是一个尹锡悦。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一次第一个，我觉得还是挺性情中的。他很性情中的，你看他其实这个和日本为什么后来和美国和川普改善关系了？日本很聪明，一开始的他实际上川普不太喜欢这个岸田文雄，对吧？就是为什么他有点肉。再一个，他其实是有点这种，温和，作为中间派的那样一个，但是脚踩两条船啊，没错，他就有点这个。后来，但是呢，他这个岸田文雄他很聪明，他派谁来了呢？派这个安倍茂。石破茂，现在石破茂，对，sorry，对，石破茂是非常典型的那种，像试图是两边都抬的那种，蛮亲中，对。他一上任的时候，他就要跑到北朝鲜去做办事处去。那北朝鲜跟日本之间那个渊源是很深的，他绑架了不少日本人。对，在日本经常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抗议啊等等。但他石破茂应该说还是，我觉得他从这个政治人物角度来讲还是蛮聪明。他是让这个谁，这个安倍的夫人，对吧？遗孀到了这个海湖庄园去跟这个川普啊，还有这个第一夫人去见面，那这个其实是大大的一下缓解了这个双方的关系，对吧？因为川普他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真的是他对两国关系啊，对这些他其实非常看重这种叫chemical。就是这种化学反应或者这种人际关系，他跟就是安倍晋三，他能够打电话打好几小时，打的安倍都睡觉了，都想这个，对，都受不了了，对吧？但是呢，代表他俩关系非常好，一起打高尔夫球啊，甚至实际上就是川普的整个第一任期的这种国际关系、国际的这种大战略，其实是谁教他的？安倍教他的，一直都有这样。安倍的话，他因为就是在川普刚刚这个竞选之后还没有正式上任，那时候的话，安倍就到了这个纽约的见川普川普大厦见了川普，然后跟他就谈，原来预定的是比较短的时间，后来一聊就告诉他说，现在印太，对吧？印太战略，因为川普一开始那时候准备撤出印太的，因为他要收缩嘛，结果后来就重返，就是整个的话建立了这叫印太四方会谈，加强了这个为中共的一个围堵。那后来这个包括印太这种战略这个词儿一出，就把中共一下打懵了，因为中共原来一直喊叫亚太什么意思？亚太是中国为核心，因为中国最大，中国这个经济啊各方面实力最强，但印太的话。把印度拉进来了，对吧？就抗衡了，然后的话又把那个印度洋和这个整个那边的海峡，包括澳大利亚，整个都给拽进来了。所以一下子把中共的那个就相对来讲的这个
相对边缘化了，对吧？他那个利益啊，或他的这种价值，所以整个安倍那是在他这个见川普之前有4、5年就一直在去推行他的那个战略，包括像奥巴马推行，但奥巴马听不懂这个东西啊，奥巴马只是一个叫什么重返印太呀，类似这种战略，对，所以你看。对，奥巴马是重返亚太，对，所以的话就是整个川普来讲，他其实是在安倍的这样一个帮助下，他形成了这样一套这种大战略。所以呢，你说他对于安倍来讲，他真的是那种发自内心的，一直当做一个朋友来去对待。同样的话，你说其他这些国家。包括这个内塔尼亚胡啊，包括这个就是巴西的这个总统啊，包括好多其他，就是那个阿根廷的这个国家，米莱，对米莱对吧？米雷啊，所以其实英国的那个保守派的选举他都发生了，没错。所以其实这个非常明显，所以你要在这种情况下跟美国搞好关系，这个我们说，努力的去达成这种建立个人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跟川普。对吧？所以这李在明这一次他过来也蛮聪明，他拼命的赞扬说啊，川普你这个把这个白宫设计的现在真漂亮啊！现在都学会了，就像泽林斯基似的，英国的首相特意教给你要怎么跟川普去说话，这件事情还是真事儿啊。然后呢，都得要顺着去讲，要赞扬着去讲哈。我们过去在中国人叫顺毛驴啊，你不要呛着插成。那这次呢，李在明他的确是捧着川普讲，赞扬了这个是把白宫设计的很漂亮，对吧？把这个美国经济搞得很棒。同时呢，还给他捧了一个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他说，只有你的话呢，你要帮助我们来去开启叫朝鲜半岛和平的新时代。然后希望有一天的话呢，这个能在朝鲜建立川普大厦。然后呢，说只有川普是唯一能够和朝鲜达成协议的人。哦，这个马屁，我觉得拍的是非常厉害。川普当时还插了一句说，我要在的话呢，就是北朝鲜的这核武器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啊。那个拜登才在他这个时代才这个样子。然后李在明居然说：“是的，我也这么去认为。”你等于说踩了拜登政府一脚。所以我在这看，我就在想，哇，你小心啊！我跟你说，美国政党是轮替的，所以你就可想而知，李在明是真的想跟川普搞好关系，对，尽量的修复，因为他知道川普要敲打他，他是怒，而且他在之前，李在明说一句话，他说：“如果为了国家利益让我钻这个胯下之辱啊，就是从川普的胯下钻过去的，我也钻了。”他是说出这么一句话来的。韩国的文化跟中国是有相像的，他跟日本文化其实很像。日本的话其实是非常讲这个人人的。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次呢不用你钻胯了，美国也不会出现这个情况。这个我觉得其实都比较聪明，应该说韩国和日本相对都比较聪明。最笨的其实是这个习近平，我觉得，因为习近平在川普这个上任之前，他其实应该做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你把这个之前你第一任期，对吧？包括后来到了拜登时期没有实行的第1阶段的贸易协议，赶快的补课，对吧？你们不管做到什么程度，黄豆买一买，黄豆买一买，对，这是第一个没干。第二个呢，他应该是去赶快抓芬太尼，把这个就是甚至这种毒贩子的话杀几个，结果的话这家伙也不干。然后呢，甚至上来之后的话就开始呢，后来打稀土战。结果到今天我们说，美国对中国，你看起来大家在谈判啊，好多人就在看不懂这个东西，都在讲说啊，川普怎么好像对中国挺软呢？结果这个我看是昨天就是副总统万斯就回答这个在电视上在那讲的话，他说我们不用制裁，你看中国现在美国对中国已经加关税多少了54%。对吧？因为10%的基础关税加上20%的芬太尼关税，加上之前的这个川普加的大概24%的关税，加起来54%。你还要怎么加？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对中国的经济打击应该非常厉害了。包括就前2天我刚刚看到，就是对深圳的这种贸易的它的整个经济的一个分析。就是说，深圳的话，上半年的整个的这种出口下降了7.0%，然后投资的话呢也是下降，大概是萎缩了是10.9%，然后呢消费大概萎缩了2.0%。深圳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这种出口企业，出口政府对吧？非常熟悉嘛，非常它两头在外，非常典型两头在外，差不多可能有官方的数字，工业增加值里边50几是
出口，但事实上因为好多是这重复计算嘛，所以恐怕得达到70%-80%。这种情况下，你说，我们说中共海关呐、或者什么在鼓吹说啊，我们上半年这个月增长，然后增长了7.几%，这个整个出口这种一枝独秀，对吧？但事实上，你看看深圳就知道，一定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其实挺笨的。习近平他其实实际上共产党或者是中共，他对内对外从来很少妥协的。就包括64那个时候，64那个时候呢，整个全世界都在制裁他，或者是你就直接杀了手无寸铁的学生和自己的人民。那当时他跟各个国家达成的交易，就你可以底下批评我，面上都不能批评我。所以中共在国外跟美国跟各个国家政府，他有一套他的外交的规则，而过去这几十年呢，以美国带头都开始顺着中共这种外交规则去做，所以像你说的这种傻，他不是傻，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僵化的体制。他这个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他这个政权的目标是什么？他最核心的利益在哪里？你包括像李在明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说我可以钻？我可以钻胯下之辱，因为他整个政权的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左派右派，大部分这种民主体制，它的最重要的目标是给本国人民谋利益，它是为了老百姓，就是说这个国家好。所以你骂我没关系，你只要给我钱就行，是吧？我大家可以过日子，我老百姓生活好了嘛。共产党是反过来的，共产党的他的目标是掌权。我是这个权利我要垄断，那你骂了我以后，你知道共产党我们叫做客气点说叫威权政府，不客气点说就是集权政府，对不对？集权政府是靠什么的？就是靠这种对老百姓的这种恐吓和威吓，就是谁也不敢。暴力加谎言。对，我没有糖给你吃啊！我糖给你吃，我是想给就给，我不想给你少来这套，你谁也别想说我什么。如果有外国领导人可以骂他那就是他的权威，他的这个威信什么都会下降，那很多党内的各派就跳出来会说什么。所以你私下骂我没关系啊，我可以给你钱呢，你私下骂我给你钱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公开骂我。也就是说他损害老百姓没问题，你别损害我。这个，所以他这两个政权的它的核心的这个最 primary 的 target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它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说到李在明，我觉得挺有意思。他有一点，他和那个以前的那个文在寅政府还有一点不一样。你会发现这个最近发现有点不一样。他有点像邓小平，他这个打左灯，结果他向右转。你没发现他这个，他有点这种感觉。对，就他说他竞选都是说的时候都是很横的话这样那样，但是他上台以后，你看他跟美日韩军演他干了，他去日本他干了，他跟日本搞好关系他干，他然后在见习近平在去中国之前先跑美国来，这个是必须要也干了。所以这个是呢，就是他很清楚韩国的这个利益，老百姓的这个经济利益也好，安全利益也好，在什么地方，其实他知道的。我觉得他知道，但是呢，他的嘴上反正就是都在说的都是一些左派的一些东西。韩国这个国家是很有意思啊！我每次去韩国我看他们那个都在抗议，不是这派抗议就是那派抗议。你看左派在台上，你看那个他们那个总统府前面那个就是右派在抗议。然后这右派在台上呢，就是左派在那抗议，就永远霸着前面那个地方。然后，但是你看到，你在韩国的街上，你可以看到一个景象，就是47个国家的旗帜挂在一起，然后老百姓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组织，就是说这些国家都是我们的恩人。因为联合国军嘛，联合国军的这40多个国家，包括什么菲律宾的，甚至埃塞俄比亚的旗都挂上，就是这些曾经出兵的土耳其什么的，对，全部都出了兵了，我们都要纪念他如何如何。
他们有那个小册子发给你啊，我还跑去看，比如说你哪儿人，我中国人，那个很尴尬，那个就是说这个收拾的就是你们中国人，对，就是挺逗的，就是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但是现在你说跟朝鲜的关系，我们谈到朝鲜的关系，朝鲜从金正日去世，金正日开始，他的核心的外交目标就是要跟美国建立关系，要跟美国建立正式的关系。美国之所以没有跟朝鲜建立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没有承认，没有签和平条约，就是因为跟韩国要保持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你知道那个板门店不是签那个停战协议吗？都签了，就是韩国不签，韩国不承认。但是他说我没办法，因为我们韩国军队是联合国军的一部分，所以你联合国军是司令签了，我们只好服从你的命令，但是我们不签，就是这样，因为他要统一，他觉得这个朝鲜那个不行，我们要把它怎么样，所以这个里面对于朝鲜来讲，他的所有的国家安全，苏联垮台了，中共不带他玩啊，他那个非常困境，他觉得很困境。怎么办？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搞核武器，这就是这个金正日干出来的这个事情。对，他以前不完全是讹诈。川普上台之后啊，他前2天好像也又发射导弹，还在那喊了2声，对吧？我说这个是干嘛呀？其实这是叫做这个吸引关注，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的话，冷落了太久了，就是跟川普喊话说，哎，我还有我呢，哎，你回头跟我来聊聊。所以金正恩其实这个家伙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这是挺聪明的，留学的，对吧？不像那个小学生一样啊。对，他真是在瑞士留学的，但是呢，现在朝鲜的这个位置，他的这个外交的形势挺好的。最关键是俄罗斯现在全力挺他，因为他派了这个几万个人去跟他打仗去了，你想武器啊，所以他现在是得了很多好处，包括我们今天还谈到导弹、船、军舰，最重要的是无人机。中国不给的无人机，对，俄罗斯给，绕个道还是绕个道。他现在他们开始生产无人机，他们有无人机了。在弄这个事情，前一段时间好像是韩国就朝鲜突然间放了一堆无人机在那个边境那儿，因为他隔那个首尔，现在不就原来汉城对吧？非常非常近，就没错，20多公里，对，远的就40公里对吧？40公里就打到了，就说那么个地方，所以这无人机一弄来，假如说真的飞来一群，其实还真是个麻烦。是他这个对韩国来讲，他就是他的安全是。他其实很担心的，因为从那个边境，朝鲜一直号称我有万炮齐轰，他有1万门这个口径的炮可以打到这个汉城，就打到首尔的，不需要什么导弹的，炮就够了。现在无人机就更容易了，对，都不用6000公里啊，不是前一段时间，去年吧，不是发生一件事情，搞得朝鲜这个特别紧张，就是有一个无人机跑到平壤上空就飞了一圈，那他们没搞懂这什么东西，结果他们说是这个韩国的，韩国也否认说不是我们的，你也不知道是谁的，反正但是那个事搞得朝鲜很受刺激啊，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你就很明白了，所以朝鲜的它的所有的包括核武器，它的威吓，它的大声叫嚷。他的最重要的努力，他的一个目标就是跟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签一个正式的停战和平条约。你要承认我。其实美国想承认，但是韩国不想承认，所以呢是被拖在这个地方。所以韩国在这个几个多角关系里面，其实是这个挺脆弱的这么一个一个位置。这个曾经这个。克林顿我知道曾经有谈过，说是不是要跟朝鲜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日本和主要是韩国大力反对，绝对反对，所以美国跟朝鲜的核武器谈判
都不能是双边的，因为两个没有外交关系，必须是六方会谈。这事儿也早都进到历史了，这真成历史了，还什么六方会谈呢？现在川普是必须这个1对1，他就1对1啊，所以川普上来了，吭哧他一个人就过去了，他去38线，他还踩过去，他说我唯一到过北朝鲜的这个美国总统啊，你也开玩笑，就是那条线我跨过去了，对不对？对，见过金正恩，他见过2次了。这次他跟李在明又谈到了。因为李在明也在吹他自己，他说他也是在南韩的话，唯一的一个能够调节，南北韩这个关系的。然后呢，这个等于说他俩一起都能跟金正恩去说上话。那川普呢就表示说，哎，他也想再见金正恩。今天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明确的表态，而外界所关注的呢，他说我现在接下来的日期很忙，川普说。10月份他要到英国访问，对，今年看来是没戏了，对吧？对，就是他的日期排得很满，10月份要到英国。他紧接透露一个消息，还有可能去中国。这是今天我觉得在10月份吗？没说具体的，但看他那个前后连着的呢，是10月份去英国，还有可能去中国，感觉上是指着10月份。10月份是什么日子？四中全会吗？四中全会，对，不是那 conclave。对，等那个开完了我们再去嘛，是吧？对，是吧？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呢，你就看到美国早已经在时间表上了。那川普要去，而9月3号阅兵马上了，不到2周的时间就再下一周就要9月3号就阅兵就开始了。对，普京又要到中国，那川普呢之前又在说2周之内要看俄乌谈判的结果。我是觉得9月3号之前应该不会有什么结果，普京应该是从中国4天访问回去之后，才有可能和泽林斯基他们坐下来再去谈，所以我从现在开始，已经有好多的事情都不太可能，很可能不和泽连斯基直接谈，很可能还会类似拉着川普再聊聊，或者做点什么进步，有可能。因为今天我看昨天的川普又讲了说，这个普京不喜欢这个泽连斯基，所以呢，他为什么不想跟他谈的原因在这儿，也就是说，相当于是川普在替这个普京说话是什么呢？普京想和谈，但是呢，不愿意跟泽连斯基谈。那意思是说，愿意跟我谈。所以我是认为非常可能的是，下一波谈有可能还是川普或者他们的人再去谈一个什么进展，然后再往下推动。这个非常可能。我们继续观察。继续观察。对。但是呢，中国这件事情就很有意思了哈。韩国李在明这事儿还没要补充的。没有，咱们得谈谈这个中国这件事儿，因为我觉得今天，李在明的这种表现和等等，像刚才你讲到，就是打左灯向右转，邓小平也是打左灯向右转。就还得观察李在明在韩国在做什么。对因为毕竟他这个尹锡悦呢这部分代表了一种比较和美国关系极度好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或者是保守派。那么你像上来你左灯亮得很，但是我们能看到他身段非常的柔软，他很会跟打交道。因为什么？因为文在寅时期啊，文在寅时期呢是真的做了很多的具体的事情，跟中国搞好关系，跟北朝鲜。第一，对，跟北朝鲜，跟经济开发区啊等等，他做的对整个美国损害最大的一件事，他就是跟日本彻底闹翻。这个因为他这个三角关系啊，是一个最弱的一条边，就是韩国跟日本的关系。所以他在他做那件事是很恶劣的，因为日本曾经就跟韩国签了一个慰安妇的这个赔偿的一个数字，说我赔你这么多钱，双方答应了，好签下来了。然后文在寅不承认，说你这个不行，重新来，又重新然后日本人说不行啊，你这个我们刚谈了，已经签了，你又重新来，结果他还搞了一个就是安倍晋三的跪像，搞了一个那个慰安妇的石像做的。你知道这个东方民族特别讲面子的，你这就是完全就是挑衅了，你这就没法做。你这是在羞辱那个国家，对你羞辱整个国家，所以这个一下这两个国家关系就崩了，这是跟日本的关系崩了，然后。跟美国他5年只有1年有1次联合军事演习，其他4年没有。他当然他说是疫情啊这样那样，那这个东西就很成问题啊，美国人这个非常担心。还有他跟中国有三不政策啊，不升级这个美日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不加入
美日韩的这种三角的这种军事协作，还有不把那个萨德系统要不安装不部署，对，不安装不部署三不政策这个东西啊，对中共来讲太开心了。所以那个当时不是对韩国产品制裁这个。就抵制韩流一下子就取消掉了。但是文在寅我觉得在中国没捞着好。文在寅你看他当时是跑到中国去的话，也没啥这个红地毯有一回好像。然后那个呢，然后他的这些随从人的话遭到中共那些保安的殴打。对。所以你这个他其实这个中共啊，他实际上。看不起这种真的是对他卑躬屈膝的人，所以中共这种也属于这个叫做我们说欺软怕硬，欺软怕硬的这种主儿。当时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美国都要撤军了。对啊，然后结果北朝鲜干了一把他的这个海船嘛，是200多条人命，然后这才没有撤军。所以文在寅那个时候真的是。看到那时候关系，这实际上是政治上弱智，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对，但你像李在明为什么这次这个身段这么远，甚至说他如果这个端口都能端，对吧？胯下之辱都能弄，就跟这个石山老师刚才讲这个一样，因为他其实现在最大的头疼的、最怕的是什么呢？韩国就是朝鲜的现在的军力在蹭的上涨，对，没错，对吧？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假如闹翻了，假如说跟美国的这个关系再搞砸了，你废了，对吧？你的整个这个。安保问题就完蛋了，而没了安保的话，你说这个韩国存在的就不存在了呢，对吧？另外呢，贸易和这个我们说高科技，对吧？韩国这纯粹是依赖于这个美国的，对，包括很多出口，也包括大家看到还有 LG 啊，或者很多的这些三星啊，就在美国看到这种韩国产品，你既需要美国的技术，又需要美国的市场，所以的话呢，你这个方面根本就非常得求着美国，所以这个东西。假如聪明一点的总统都不会跟美国真的去闹翻。那我们也问问哈，咱们观众朋友们也都参与一下，对吧？然后我们在这聊得挺热闹的。那你们觉得李在明啊，像不像石山老师说的这个样子哈？打左灯真的是向右转吗？你赞同呢，你就打个1；你说未必，咱们呢？很有可能呢，太柔软的身段，你会觉得他真的是顺着这种大形势再去做，但他真正要干什么呢？你说我有点担心，你就打一个2。其实美国保守派对他非常警惕的，因为我记得前段时间不是出了一个报告嘛，就直接说韩国的大选有问题，因为韩国的大选就是全部用的投票机，那个是非常有问题，甚至还说是有中国人在那儿投票。没错。尹锡悦这一次就是搞戒严，主要就是针对这个东西的，他想去查这里面的事情，结果他用的这一招呢，可能不太聪明，唤起了韩国人的战争记忆。这个当初啊，就是在民主化之前的这种记忆，大家这个光州事件的光州事件很有意思。我在美国见过一些参加过光州事件的人，光州事件他们那个整个就是他们至今还没有原谅右派的那一批人，这就是为什么韩国这个政治非常极端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韩国干什么都挺极端的啊，刚才赞同这个打左灯向右转打个1啊，你说不行你就打一个2，咱们可以继续观察。但是呢，这个韩国这一届总统的这种。还没有到任的时候就这么突然的反转，其实呢，对美韩包括美中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来讲，这都是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步骤。那打破了这个铁三角哈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继续再去看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中国的事儿，因为川普这次说要去看到中国去，而且很有可能是在10月份，而4中全会有在这个情况，所以呢，习近平这次到西藏呢，到现在为止，关于习近平的所有的西藏之行呢，大家都在看太多的细节了。在上周5的时候，你就分析，你说你最起码咱们观察到他是应该是临时出现的，好像方方面面的安排的规格等等的，现在更多的线索出来了。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胡春华，他在之后的视察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线路，他所看的这些重点工程的项目，所有的这些都不应该是胡春华目前他所做的政协副主席，而且是他是第2把，也不是第4把。施泰峰是第1副主席，对，他在这么一个位置去应该做的这些重点工程的项目，新鹏也做了一下研究，你不妨给大家说一说他走了哪些线路，哪些工程，为什么被大家认为呢非同寻常？对，我们看到呢，这个词胡春华呢，他其中
第一个就是先去视察了这个雅鲁藏布江的这个电站。这个电站的话呢，实际上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拍马上板上任的这样的一个亲自设计的。对，这个2021年的时候呢，习近平到西藏，对吧？也是去看过这个地方，包括呢什么林芝的这种候选的这样一个库的这种地址，对吧？包括的话呢，就是去了，再后来去了川藏铁路，再去了呢那个叫工部公园这几个地方，胡春华这一次都去了。当然，习近平有一个地方去了他没去的，对吧？就是去了西藏的这个，习近平去了西藏的一个寺庙，然后有个大滑盖明黄色的。你说那个是哲蚌寺是吗？哲蚌寺，对啊，哲蚌寺。然后呢，结果这个胡春华当然不可能去那儿，但是呢，你在中共这个体制内，对吧？这3个地方说习近平刚都去过的地方，你重新去走一遍，你什么意思？你什么身份？这个叫僭越。他中共体制要僭越，这绝对不可能是一个真的说我们说是一个大家都认为的废太子能干出来的事情，这个绝对是要这个打下去的，对吧？而且所以呢，他这次非常奇怪，王沪宁也都在，怎么也轮不到胡春华，轮不到胡春华，而且你知道废太子被称作废太子的这种身份，而且你知道这个雅鲁藏布江这个工程，你知道实际上跟胡春华一点关系都没有。胡春华以前在1992年的时候，他在这个西藏那个林芝待了大概有9个月。实际上2003年，就说相当于11年以后，然后那个就是中共的话呢，开始说特化这个雅鲁藏布江这个电站这个事儿。所以跟胡春华没关系，然后你今天去视察也没关系，而且从身份上来讲的话，这件事儿实际上这是国务院管的，是国务院有一个副总理叫张国清，这个人在之前就今年那时候不宣布开工，对吧？他亲自去参加的，而这一次张国清你说人也在西藏，结果没去，结果张国清你知道干嘛去了呢？在西藏调研的是群众技能。基层党建，这是党务工作，寺庙管理和这个文物保护，和他的这个分管，在国务院分管的工作来讲的话，是完全不搭嘎。风马牛不相及啊，因为他是所谓的这叫什么工程啊、工业和信息化呀，国资监管啊和市场监督啊，是这些事情。所以这个胡春华不仅参阅了习近平，其实你也参阅了这个副总理的职务，没错呀，这职能工作。那你看这来，石山最懂得这个什么意思？胡春华应该这是一个巧合吗？胡春华可能看了毛泽东的诗37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又回去了。你看，说重上井冈山啊，对不对？这个感觉啊。胡春华就是这感觉，你看九几年回来了是吧？对，九几年啊，我现在回来了，老子怎么样？回来了。我说你这个是挺有意思。如果你说这几个地方，我都去过。这个林芝，我只是没有去那个派镇，就是这建水坝那个地方我没去过。但是那条江啊，雅鲁藏布江我很熟悉，这个拐弯的。但你去的时候不形成僭越。对，没错。胡春华去了就是胡春华以他现在政协副主席的身份，他最应该去的地方，结果他没去，就是哲蚌寺。哲蚌寺他才应该去，因为他是政协副主席，他应该去这个宗教场所，去关心宗教，这个少数民族啊，统战呐，就干这种事。而且西藏这个地方最敏感的又是这个部分。我跟你讲，大家不知道，拉萨呢有一个大昭寺，那个相当于就是皇家这个寺庙啊，大昭寺在市中心，然后它是文成公主那时候对，然后它边上有3个庙。有3个庙，其中最重要的这个大的寺院就是哲蚌寺。哲蚌寺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西藏的中国社科院，或者是北京大学，或者是中国科学院，高僧都在这里。对，它那里面是什么呢？是有潜力的僧人可以通过这个学习考试通过以后成为活佛。你看，大部分活佛都是转世的都是这个转来转去的。但是现在我是怀疑因为他们好像也得学马列主义，这个拥护共产党。最起码2021年习近平去的时候，把后面打出明黄色的华盖的时候，这帮和尚很有眼力劲儿。对，这个我跟你讲，这个，但这一次佛教我们就不批评了。佛教很多这种事的。
很多这种事。我在这个四川去过一个很大的一个庙，具体庙咱们就不说它名字了。然后那个僧人带着我走，说你就是有罗汉堂，很多罗汉。你知道这个是罗汉是谁？我说这是谁？这是乾隆皇帝。就是他们那庙里面就说你这乾隆根本就是这是一个罗汉，高级罗汉，罗汉果位啊，罗汉是跳出三界第一层吧，是吧？他已经是这个，我说你们这马屁拍的那个也太厉害，我当时就这样说那和尚，哎呀，这个不能说拍马屁。在位有神，在位有神，他拼命跟我讲，就是说当了皇帝他就是神呐。普通人不能到那个位置上去啊。这是另外讲的东西。但是这个哲蚌寺啊是可以，就是你要有这个灵性，有别的喇嘛推荐，你可以进里面去学习。学习呢，通过考试一层一层上，然后你是有职称，然后你可以当活佛。其他的事都没有这个，就是也有这个功能，也有学习的功能，但是没有它这个，它是最高的一层。所以哲蚌寺在西藏的这个藏传佛教里面，格鲁派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习近平2021年的时候去了。对。那你说这次别的地儿都走了，唯独这地方胡春华不去，为啥？我不知道啊。怎么？他可能他怕测一下嘛。我估计他的，如果去了，他的秘书说，我们这个胡副主席这个政协副主席要到你们那，说好，我们这个华盖也给你准备了。哎呦，不去了，我这不去了。因为现在我理解哈，胡春华现在毕竟不在位，如果这个地方他真是去的话，就太明显了。但是如果能够读得懂的话，不去这个地方，刚才你讲到的走的那些地方，已经就是非同寻常了，对吧？对，他实际上这一次本身胡春华去西藏就不寻常，因为。假如说我们讲说现在习近平是所有的权力都牢牢掌握，同时呢，他现在又不准备安排任何接班人，对吧？因为再怎么安排也不可能安排这个大陆冷宫的这个废太子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胡春华正常来讲的话，不会让胡春华去。因为对啊，所以胡春华去本身就不寻常，加上呢，你走的这个胡海峰也去了，胡锦涛的儿子也去了，对，胡海峰是和西藏更没关系，所以胡海峰去西藏是代表了什么呢？但他爸在那儿嘛，所以儿子代表这个老爹去对吧？可是呢，这个也奇怪，为什么呢？胡锦涛是因为你不听话。对吧？你要非得看看这个名单，然后呢，你还要是个跟习近平理论说，哎，怎么没有胡春华呀？你不说好了这个胡春华小胡也得这个准备做接班人吗？哎，本来理论，结果被嫁出去了之后的话，按理说你这次也没有必要让那个胡海峰去，对吧？所以这个也是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要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些元老。加上呢，这个我们说团派的这些人，他现在实际上在未来的中共的政坛里边，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调整，就是说这帮人恐怕是要重新再上位的。他现在这是对中国官场里边，他一定这么大的一件事儿里边，这个安排一定是有来头的。对，这个胡海峰从浙江丽水书记调到民政部。当一个排位第4还是第5的副部长，对，然后基本上就是等于是完全就是等着退休了，就是对，靠边了。结果就是最近这几个月突然高调的露面好几次，其中一次还在上海开那个金融学会，对，开金融学会由那个陈吉宁亲自陪同剪彩，把他对剪彩，然后这一次又去，所以这个我听到的消息是中共内部。现在有几件事导致，就是开始这个对习近平特别反感这个反抗的特别厉害。第一件事就是胡锦涛这件事。这个胡锦涛，这个你会场上在会场上当场这样嫁出了，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胡锦涛是习近平的恩人。对，假如你对你的恩人都能这样的话，所有人都会寒心的。所以这个其实对体制内的人打击很大。然后胡锦涛给他安排了2个副手，他一直说胡锦涛是高风亮节嘛。胡锦涛2个副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被干掉死了了。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俩都心脏病，都突然莫名其妙心脏病。这3件事儿是造成现在官场内没有人相信习近平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好，你说习近平可能挺冤枉，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不是我干的。但是没关系，是不是你干的没关系，大家相信是你干的，这才重要。对，这个现在他就跳黄河也洗不清啊，所以他现在就是说这个政治就是这样的。你说当年袁世凯有派人去暗杀那个，哎呀，宋教仁啊，对，宋教仁，你说有吗？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事就你头上了，所以他就没办法。包括前一段时间那个杨兰兰，对吧？就在这个时候捅出来。好，我再给你们一个线索哈，胡春华，你刚才讲到了，本来呢这个公开的行程已经就说明问题了，然后呢你回过头再看人民日报电子版和它的社论，一个是电子版19号出来的这篇文章，19号出了这篇文章，第一句话呢就叫做60载春华秋实。他有这么一句话，然后呢，21号后面全部都有什么？后面还有，60载春华秋实60载，对吧？春华秋实60载，对。然后还有一句叫什么？我现在都查不着了。哎，我先把这个先补充，一会儿给大家找出来哈。他呢，这个19号他在电子版上出来，19号是什么日子？习近平是21号访问的西藏，19号咱们谁都不知道习近平会不会去西藏，但是呢，他这个胡春华最起码我们应该能知道他应该是去西藏了，因为这篇社论呢就是在写着西藏的事儿，对啊，就是什么60一家子在历史长河当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西藏人民来说却是一部波澜壮阔、改天换地的奋斗史。你看，非常的 match。19号谁都不知道习近平去不去，然后呢，这个等到21号正式访问露面了，外界都知道的时候，这一篇社论是在他的人民日报的第2版社论哦，已经登出来了，直接就是向未来豪情满怀，60载春华秋实。这是很明显的，这要交接班了。是，因为你很明显，这相当于是画一个这个对于过去的60年画一个这种叫句号，对吧？然后的话呢，说我们是展望未来。然后你这个习近平的这是13年，当然也许还会再待一待或者怎么样，但是不重要了，对吧？相当于是只是他整个60年当中的一部分。这个对习近平试图把这个什么胡锦涛、什么江泽民，甚至是邓小平都赶到一边，然后跟这个毛泽东是这种叫平起平坐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讲的话，你这么写本身就是属于对他的一个这种藐视，这个对吧？这种东西啊，在中共的现在这种如此敏感的政治环境里面，就在此时此刻，没错，春华秋实能偶然出现吗？对，我记得媒体还不光是这样写的，我忘了是哪一篇，还写过一个是写过林芝什么一路高升什么的，反正写过有类似这样一篇文章。那个你看他当过林芝书记啊，虽然才1年，但是他当过林芝的这个地方的书记，那个。这春华秋实有点意思，这个那陈秋实也有，我就在想开这个玩笑，这个胡春华当然这个春华了是吧？那个这个陈秋实也占一个便宜吗？那个不知道会怎么样，但这是中共的宣传系统里面很重要的一些方法，这个是如果他是。失误或者他就这么写了，忘记了，不知道这件事，我觉得这可能性是极其微小，可能性不存在。因为对于这个时候的报道，甚至我们叫社论，那得经过无数的人去审稿，而且甚至还得什么呢？政治局的这帮就是说主管的这些领导还得审，所以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啊。这个春华秋实一甲子，团结奋进写新篇，叫做创造美好生活，共圆伟大梦想，热烈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社论。所以胡春华的这一路的行走，刚才你讲到了，最起码
3月几个，一个是副总理的，一个是习近平的。然后呢，社论在19号电子版已经出来了。这绝不是后面加上去的。他那个春华秋实是他的这个标题吗？在文章的第一句啊，春华秋实，标题叫创造美好生活，什么共圆伟大理想，春华秋实一家子是第一句话就点的这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非常非常的诡异啊。对，很诡异。这怎么可能？你胡春华本来就是个废太子，他身份这么敏感，然后把他的这个名字直接嵌到这个里头，还关键现在还吵得特别厉害，而且。北戴河就是在谈这个事儿，而且是马上就四中全会10月份就要谈怎么安排接班，这个所有的传言一堆一堆的，包括丁薛祥也好啊，什么这个基本上现在就几个人物了。你现在来这么一篇，还是人民日报社论写在前头。啊，会看的，我估计红勾勾绿杠杠已经打上了，这个，再补一刀，要关，这就已经够那什么了。你最近在这个内蒙古不有一个女的书记吗？副书记不是下马了吗？不是，他是个主席，副主席王丽霞，正主席吗？正主席，今年落马的第7个正主席啊，第7个正部级的老虎。那他是22号通报的。21号，他们在西藏，胡春华他们露面。22号，国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网站22通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治区政府的主席王丽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然后公开调查。这是今年调查的第39名中管干部，也是呢今年落马的第7个正部级的老虎。这个王丽霞呢，他不是正部，他准确讲，他是政协副主席。所以他这个级别其实是拿他的话，其实说实话是某种意义上你得政治局的常委会类似他们同意才能打这种人的。当然，对，他是正部级，他是为什么呢？他是在64年6月出生，辽宁建平人，是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同时呢，2021年9月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成为中共第9位女性省级政府的一把手。所以他呢，那就是我们网上有举报的呢，说他个人生活怎么地。我今天我不说这个哈，这个王丽霞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王丽霞。哦，对，王丽霞，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她的身份呢，就是在习近平20大之前搞了一个倒查20年，腐败嘛，对，倒查20年。那当时倒查20年到底要干啥呢？大家基本上都认为这是针对团派在动手。那这个王丽霞是这个倒查20年组的副组长，查的就是胡春华，查的就是团派的继承人。OK， 所以你看哈，19号的电子版的社论春华秋实，21号当天在人民日报的公开的正版上已经开始出来了。21号检查完之后，22号宣布这个人已经双规了，或者是已经开始调查了。那你说什么信号？他这个人啊，其实能晋升的话，其实他当时是有几个这个叫做加速器的。这个人以前其实在学校里边是个副教授，统计学院，就是后来呢，突然间跳到这个政界，成了这个统计局的这个副局长，副厅长。你这相当于是跨了好几级，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很可能他本身就有，因为那时候是曾庆红，2000年的时候是曾庆红带。所以很可能那个时候，这个中组部的话要提拔一波什么女干部啊，什么这种少数民族啊，什么等等这种非党派的呀，或什么之类的，把他给捣鼓上去了。但是后来他的跳跃，好像跟那个时候的这个省委书记叫李建国有关。但是再往上，对吧？到那个就是正部，那个时候就应该跟谁的这个赵乐际是有关，中组部的那时候。但是呢，他好像是有这个，我记得他有个副主席的政协副主席的一个身份，是全国的政协副主席吗？对，就是因为到这个级别或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来讲，应该他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提拔应该是跟习近平有关系，当然，对吧？所以的话呢，他的这个落马，其实我觉得这个某种意义上，这是刚刚高杰说那个更重要，那个呢是因为他这个。
这个倒查20年这个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他要查的是谁呢？可能查的就是胡春华。这个对胡春华在嘛，就那个时候你找出的事儿，你才能把它拿下去。没错。所以呢，现在就是说，现在人民日报那边一出一个春华秋实一个社论一来，21号、22号下马了，这边又拿掉了这个人，那就是这个里面查胡春华的刀把子没有了，对吧？对，所以这个大家就想一想哈，这事儿都弄到一起，咱们听众观众朋友们，你们怎么觉得？这中共的这黑葫芦呢，它黑匣子你根本是打不开，你不知道它里边干什么，所以呢，你会从周围所有的这个迹象当中你去讲。那么现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时刻？所有的这些，你是那时候跟我们讲过嘛？他的所有的这些文章啊，这些文字啊，排名嘛是非常有讲究的。对，所有这些线索联系到一起，说明什么？啊，我的感觉啊，我真实的感觉，北戴河这个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完了。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妥协已经达成，各方按照这个剧本就往前走了。第一，那很明显，可能是胡春华要上任了。上任的时候扫清一切道路，你以前跟这个北京关系再好，你必须给他扫除，给你清掉、扫掉。这个也能够理解，因为这对李克强、胡锦涛用胡春华是一个极大的补偿和平衡。对这一派来讲，如果这样也是顺理成章，对不对？对。现在就是这个看起来越看越明显了，所以这个广东人讲公仔画出了肠子，就画小人啊，把肠子都画出来了。现在都差不多已经快画出来了。细节啊，对。现在这真正要看到最后这个画龙点睛那一下，就是四中全会，估计要。所以秦恒，还有一个。93阅兵看他站的位置，对93阅兵也特别有趣。甚至的话，这个93阅兵那个时候是谁做这个军事总指挥？阅兵到现在是个谜。这也是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我同意这个石山老师的这个说法，因为他有2件事情其实是现在非常诡异，就是对习近平来讲，现在其实是一方面是打压。另一方面的话是高举，这是非常非常诡异，甚至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打压是什么呢？就是你好歹是个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是个这个总书记，你去趟这个就是西藏自治区的这个建立60周年，你好歹讲个话，对吧？你说。这个临时突击的说让他请他去了，这个也简单。你说大家他读不成句儿，或者他不会讲临时讲话也没关系。你临时写个短点的，对吧？让他讲2句，不让他讲。你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对吧？这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我觉得这其实是很没面子的一件事情。你在那只是叫做旁听或者坐席，这习近平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哪一次不得发表个中央讲话呀？对，这次没有，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其实诡异的一个地方。他以前都是众星捧月啊，对，别人都是配角，只有他一人是主角，是吧？这一次在西藏呢。表面上他是主角，但所有的活动他都是配角。没错，这是所以我觉得他相当于是变成了一个工具人。对，就是你作为一个这叫庆祝这个胜利或者党的这种光辉领导的，你是一个这种叫做符号，因为你是总书记，人都去了，这是个符号。但是呢，你的人，比如说你这个他军委这边的这些什么大秘，什么叫方永祥，对吧？现在是不见了。只有这个副主任叫做邱阳少将随行。当然，这个方永祥的话是31集团军的出身的，所以这次是不是因为比如说何卫东和这个苗华出事儿会被清洗当中，对，全给清掉？我觉得这个非常可能。但你不管怎么样，这是习近平选的人，对，所以一连串全把自己的人干掉，我觉得这个怎么地也不能叫正常，是要清君侧，对吧？对。还有呢，他之前的这个2个大秘，对吧？一个呢是已经退休的，叫陈生祥，原来的这个军委的办公厅的这个主任，大总管。然后呢，他被去年的10月被拿下了，今年7月份大家又拿出来炒，对吧？还有一个呢是就是在之后的陈生祥之后的这个大秘，叫做钟少军。钟少军这2天露面了哟。但是非常诡异，你看，露面是我们怎么知道的呢？是这个
新加坡的这个国防部，他们公布的就在脸书上公布的19号，对吧？他的国防部秘书，然后的话见了这个钟少军。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对，钟少军在那葛优躺，对吧？葛优躺，就看起来非常傲慢，非常这种好多人骂他，对吧？咱不学，对吧？这么个人，但是结果呢，你知道中国国内没有报道，这个很奇怪。而且呢，你像微博来讲的话，你搜相关的消息叫做什么呢？这个限制搜索在微博。所以这个就很奇怪，钟少军的名字限制搜索，对，按理说有的人他也没犯事儿嘛，他只是换了工作，并没有犯事儿，为什么要限制搜索呢？所以这就很奇怪，有的人就讲说，钟少军露面是代表说习近平又这个大权在握，对吧？可是你为什么钟少军不让搜索呢？你这个很奇怪呀。所以我觉得解释不通，相当于是要抑制他，真实的这个作用是抑制他。对，但其实这个新加坡的国防部的人到中国，不光见了他，见了别人都没问题啊。对，像见了董军呐，什么见了董军也露面了，对吧？对。然后这个其他的人搜索也能搜到，就是当时还见了其他几个，也能搜到，就搜不着他。所以这个很怪。同时的话，这是抑制一方面，但同时呢，我们说。特别诡异在哪儿呢？对习近平的这个捧的这段时间捧得很厉害，也捧得非常厉害。怎么捧？你比如说这个军报以前经常前一段时间是经常讲什么叫做集体领导啊，民主集中制啊，对吧？这相当于是遏制习近平。但是呢，你看8月18号的这个叫做军委这个同意，对吧？军委，然后呢叫把习近平强军兴军4。这是他的一堆讲话或者系列的一种什么思想印书，这本书印发全军，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强化维护核心，倾通指挥。把核心也拉出来了，把2个确立也拉出来了。这好长时间在军报已经不提这个了，不提这个了啊！而且还说呢，什么一段时间军报出一些文章都是大逆不道的文章，我记得。没错。然后呢？这个阅兵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作战局少将副局长叫做吴泽科，在他的这个就是答记者问这个讲话中就谈这个93大阅兵的时候，提到一段，这一段的话也是把这个习近平捧得高高的，叫做时刻准备接受党中央、习主席的检阅，始终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做党和人民可以完全信赖的英雄军队。哇，这么多核心，4个核心，所以你看看他把他捧得非常高。但是呢，当然这个好长一段时间不出现了啊，不出现了，不光是在人民报、新华社都不提核心这个字儿了，现在又出现了，北戴河之后又出现了。对，所以的话呢，你说把这些诡异的这些事情，胡春华，对吧？这个社论啊，王丽霞，还有这个清君侧，对吧？习近平那些大秘们被清君侧，还有加上这个军方高捧，所以我觉得我同意这个石山老师这个判断，就是他实际上是只有一个解释，看起来似乎能够把这个事儿整个圆起来，就是当你准备下台的时候，大家是可以呢对你把它捧得高一点。然后呢，你这段时间你表演好你的这个职责，然后呢，等以后大家说的时候呢，这叫做功劳是党的，不是你习近平的，对吧？是这叫领导核心、领导集体、领导的这个班子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呢，你这个60年也好，这种取得成就也好，还是说你党取得的这个成就，还是说这叫做新时期的什么什么东西的这个首次阅兵，对吧？这个整个这个事情的话，它都变成了说这个党做的，习近平你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一个符号。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它相当于是把习近平捧起来，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保党，是表示这个党的话一直是在努力的去对外保持一种权力的和谐过渡啊，我们没有矛盾，我们大家都很好，没错。所以这个其实反而就是代表说他这是要的稳定和平的准备交班的这么一个节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就非常清晰的这么一个信号。你知道那个华国锋当年要下去的时候，有人就想这个老干部里面的就是邓小平、陈云他们里面就有人就是要把他批倒批臭。后来就是这个陈云坚决说不能再这么干了，再这么干咱们全完了，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以后咱们不搞这一套了，
就不搞这一套。所以华国锋虽然下去了，但是呢，就伟大领袖、英明领袖没有了，但是还是给了他相当高的荣誉啊，给了很多这个什么一举粉碎四人帮啊。如何把你捧着挪到一边供上，对，你就让位好了。对，我现在正神来了，原来那时候都是捧起来烧个香磕个头。太上皇都没当上，真正太上皇是邓小平啊，就给你挪到一边，别当害，但是没让你下秦城监狱。对。我觉得这一点上，你看从除了华国锋这儿。从江泽民这儿也能看出来，江泽民其实那个时候，你看我们说，胡锦涛后来这个习近平清理这个江西的人马，清理的是毫不留情，没错。但是你看对江泽民本身他是不动的，因为这个东西他是写入党章的3个代表啊，或者就作为这个党魁的那个13年，对吧？他是相当于是写入党章或者写入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历史当中。它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你要把它给打倒了，把它劈臭了，相当于是从根儿上来讲否定了你的中国共产党或者你现在的接下去的接班人的一个合法性。没错。所以他呢把他捧得很高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顺带水涨船高，把自己后边这个接班的人也捧起来了，这是中共体制内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没错，这个好有一比啊，就是像那个接力赛跑。咱们4个人拿着棍子叭跑，你最后接到棒子，你跑赢了，然后你回头你说第1棒那人犯规了，那你不是把自己成绩取消了吗？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说你只能说这个人跑得不错，很好啊，虽然脚步踉跄，但是一直坚持下来了啊，非常英雄。你只能这样，你不能说他犯规了，你不说他这个跑的时候，你这等于把自己成绩取消了，你知道？所以他这个这是一个接力棒。陈云2条，他一个是红色江山要放在自己的子女的手中，还有一个这个哈，陈云真的。陈云还有一个你知道吧？陈云那时候我记得是他是不是他？他讲说这个我们不能叫做这个制定那个新闻法。对，也是他，所以他其实对中共的这个舆论宣传，对党的这种我们说这种怎么能够立得住脚，他是非常懂的。对，没错。老奸巨猾。陈云是真正的接收了苏联精髓的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人。对，陈云很厉害。陈云还有。但是陈云呢？你说他有他的另外的一些就是可圈可点吧。他有个口号，现在很多人也不喜欢的，就是他那个什么“不为上，只为实”，记不记得？他有这么一个口号，就是说上级要求你做什么，你不要就这么去做了，你要搞清楚，实事求是。要调查，要搞清楚。作为共产党员，你要提出你的看法等等。这个功劳后来被这个文宣这个笔杆这么让渡给了这个邓小平。没错。然后我们下面的这个观众哈，Walker Mark 说不要过度猜测，200斤是因为掉了小本子而已。真的吗？那 Walker 你给我解释，你给我们解释。刚才我们3个给你那么多诡异的现象哈，那么多占月的路线，新华社的这个社论啊，人民日报这个社论你怎么解释啊？你别较真儿，人家是嘲笑这个200斤的。对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也放到一起嘛。这习近平最想删掉的一段这个视频就是那个他跑这个俄罗斯去访问，结果那个就是让我看一看，小本上就没有，我看看这小本大呀。哎呀，然后呢，袁浩说在西藏好像题字了。我今天没有说这件事，你想说说吗？因为那个字儿没有落款，那是不是习近平提的字啊？最后亮出来的是红底儿金字啊，去刻的那种，他那2句话。但是那这个跟哎呀，过去叫什么，就蟑螂爬的一样的那个字儿，那是不是习近平？下面也没有一个落款，也没有印章，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哈。所以呢，我们就不确实的事儿，我们就先不谈了。那你要确实是他写的呢，你也可以去看一看。但如果真是他写的话，那个字儿你可看这个人真是不行了啊！那是个什么字儿啊？那是个好，今天我们就不展开啊。现在我们都不写字了，我们只打字。对。现在你叫我写2笔字，我那字我自己都看不下去，我说太难看了。所以呢，这个包括呢周少军呐，其实这个人也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人的背景是习近平的贴身大人。今天我们在聊的时候啊，石山老师有一个这个论断。
说这个钟少军在不到2年这个时间，习近平下台2年时间，他绝对会受到清算。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连自己他得罪太多人了，因为这个习近平推军改，习近平在军队里面这么多将军，最后出问题，都是因为推军改的时候，这些人提了建议，然后就被整肃的，不是因为这些人直接顶撞习近平，是顶撞了钟少军。钟少军是主持这个军改的，这个问题就大了。我告诉你，怎么讲？那个你知道这个军队啊，就跟黑社会一样，特别讲是自己人。你钟少军他以前他不是个军人，他是习近平从浙江带出来的。然后习近平到了北京以后，他是不是就从浙江就带这么一个人过去啊？他副主席，他去北京上任副主席的时候，据说只带了2个人，钟少军是其中之一。那个是谁啊？那个我要给你查一下啊。那个就是这个钟少军是其中之一，而且是鞍前马后，就是说他自己在北京的办公室，因为他到了北京，他还当了2年的副主席啊，那个时候还是要小心谨慎的，全靠这个钟少军在这个前后啊打点。我看网上传闻说钟少军还替了习近平挡了子弹了，这个我们就网上传闻，对，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呢，鞍前马后的进行照顾是吧？不管你怎么样，最后他把他安排到军队里面去，然后一进去就是最后就是中将少将的，就是这个上去的，这在军队里面是绝对会得罪人的。但是他要抓枪杆子呀，他很清楚枪杆子拿不到手里，他是不地位不稳，他把自己的心腹之人。你想他是军委办公室的主任啊，这个可是一个非常实权的一个位置啊。他既得罪了人，他又不是军队出身，在军队里面没有任何根基。习近平退下去了以后，这个人就是摆着就是靶子了。你肯定就完蛋了，保不住吗？保不住，而且他这个位置啊太重要了，就他这个位置实际上是招所有的人在那眼红的一个位置，国防大学的政委。这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国防大学，这相当于是将军中的将军，军官中的军官的这么一个选拔和培养的地方。那你想，这个以前是刘源。不是刘亚洲啊，刘亚洲在那个地方，对吧？就是说，你对中共来讲的话，不管下一任的这个军委主席，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抢占这种关键位置的，对吧？你一定把自己的人弄上去，你不可能说保留一个什么前朝的什么习近平的一个什么人马，而且一定想办法把他拿下来的。对，你没有在军队里面做过军事指挥或者政治指挥，你没这方面的经验，没有任何这个经验。你现在去当一个政委，完全就是一个就是给你一件黄袍马褂让你穿着，暂时让你穿着，这个小猴子穿上了黄袍马褂，这个水平对吧？属于这样的。但是这真的是也是这个体制里面的一个很怪胎、悲哀的一件事。钟少军，我相信他也是个聪明人，他有选择吗？他没选择啊。习近平在位的时候，你有选择吗？我叫你干什么，你也没得选择啊。所以。这到了这个份上，最后就是这个，也就是悲剧人物，就是命里注定的一个悲剧人物，你肯定的会被处理的，对。所以关于呢，习近平现在所展现出来的所有的这些线索，我们放到一起，93阅兵的马上就要开始了，那看点太多了，谁总指挥到底最后是谁？然后呢，天安门城楼上谁上谁不上？包括他展示出什么样的武器。哪些国家领导人会出席所有的这些都在看。那包括呢，谁跟那个总指挥要跟习近平一起去检阅军队的，对不对？他不光是这个，他要一起去检阅军队的，谁跟他站在一起？能是张幼霞吗？不知道，应该不，应该以前都是北京军区司令，现在应该是中部战区司令。但是诡异的就在这儿，按理说你这个如果真的是中部战区司令，应该公布。到今天的话没有公布，没错。所以这些呢，因为现在都是换人了，北部战区这个中部战区这个人呢换来换去的。所以的话呢，是不是这里边还是有一个清洗？真的得回头到那个时候，也许能知道一些。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军队里面也传出来，说现在那个
代理政治工作部，就是总政主任的，现在是刘源在代理了。因为这个以前习近平有一个说法，什么三流不用，这个刘源不能用，刘小江不能用，胡耀邦女婿。还有一个就是刘亚洲不能用，刘亚洲已经进去了。对，刘亚洲已经进去。无期呀。对呀，现在就是问题就是，只要我估计啊，只要习退下去，刘亚洲肯定出来。出来呢，你要不然就给他彻底平反，要不然你就得有一个什么补偿吧。所以这个钟少军这个时候，你说这很可能就是对着他来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去讲一讲，就我们最近还会发现很多这种异常的情况哈。我们今天讲到这儿的话，如果看到这儿的朋友还没给我们这个频道点击订阅的话，拜托您给我们点一下订阅，摁一下小铃铛，然后呢给我们点个赞，好不好？那一定拜托大家哈。我们每天呢去聊聊这些事儿。那石山老师呢，包括秦鹏，他们都有他各自的经历。说到这儿，秦鹏其实有一点，你记不记得咱俩之前讨论过中国 A 股异常的上涨？对，我其实听中国国内的朋友讲，而且别把人露出来啊，小心点。对，而且这个人在中国国内这个经济、银行、金融界非常这个资深的关系，因为他实际上他的一些政策来讲的话，这个解读很精准了。解读很精准，他的一些政策的话，当局还会拿去做这个出台他们的政策的。就说他这么个人物，他跟我讲是什么呢？他说，这个现在的这个股市上涨啊，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圈内这些人大家都认为说，可能这个人要换了。就是他们也看到了团结大会、胜利大会了。没错，因为大家这玩金融的人都是顶层的这个权贵或者顶层这帮白手套，对吧？玩金融和这个玩一般的这些什么企业的不一样，对，所以这帮人的话他是有消息的，所以的话他们认为说接下去很可能中国这个政策各方面会变，所以他们才敢于投钱。现在已经因为中国银行、中国的这个股市是大家都知道，这是非常典型的政策市，对吧？你不是因为说你这个叫做。就是为了这个大阅兵，然后你就能够把它拔起来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好多人就只是简单的把它解读成说是为了阅兵，这到了一个这叫做这叫什么临时性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拉起来的国家式，对吧？其实这话不对的，政策是就是因为大家看到了一个希望才去投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个下面是确实是真的，那个市场是这样的，一定有一个风在传，这个风在这个内部里面在吹，只是这个吹的是什么？减息、投钱或者什么？就是说这风吹到，就是大家觉得这个是减息和投钱现在都没什么价值了，因为你息已经到了2%以下了，你这个息没有什么那个东西了。你说政策的话，如果说你现在出台一个什么政策，大家也看不到什么政策，所以的话呢，能让这帮人动心的，我觉得可能就到这儿了，就得北戴河了。就是这个，就是已经敲定了，最高权力交接的已经定下来了，对吧？这个我们给大家的都是货真价实的一些东西哈。但是因为涉及到国内的一些真的是圈子里的人，我们还得保密这些消息来源。但是呢，这些讯息汇总到一起，大家自己去判断，因为呢，中共他也不会让这些讯息现在传出来，对吧？那我们怎么样去解读这些事情？那我们看，有的人就是看个热闹，那对很多人来讲，人家抓住的是时机。那93阅兵也有一种说法呢，他要把它股市拉起来，这是一种可能性，没错。但是呢，我更觉得圈子里的人的这个解读，他们已经知道了。那这个时候，那么如果习近平下去，他的极左路线就要转头，就要去放弃，这个最重要啊，对吧？要极左放弃了，才真正的企业各方面。对，那么你现在就是一个低谷，就一个最差的时候，哪怕再差，我估计现在也不会。对，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圈子里人大家去在做这种分析，特别是习近平这次，你再仔细看他露面的那张脸，他在贡嘎是吧？那个机场。贡嘎机场说呢，他下了那个飞机的时候，原地啊停了20分钟，至少有15分钟，然后才小步的走动。就是一方面呢，你可以正常的估计，让他适应高原的这种反应，但也有可能呢，身体是极度的
不好，它必须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太诡异，就是说，你说这个身体不好吧，你还被人家拽着吧，你还这个好像去了又不讲话吧，你这个去干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的话，也另一个角度的解读。然后你看他那个脸呢，他就是可能现在拼着老命得去，为什么呢？你去某种意义上的话，大家说捧着你，对吧？然后呢，大家就是说你将来至少有一个平安落地。可是呢，他必须得去。如果你不听这个指挥，对不起，你可能就不是这个平安落地那么简单了，对吧？你的人马被清洗那么简单了，你的家人、你本人、你的家人，你方方面面都可能会受到这个处理。所以我觉得他为什么拼着老命那种那么难受，还要在那儿去跟那儿去，他整个的面相恐怕就在这儿。对你那个面相，你明显看到已经打了粉底的那个照片，看得非常的明显，脸色非常难看，但是那脸色都是整个是黑气，就是肿的，那眼睛都眯成缝，身体状态极其不好。所以为什么不给特写？就是完全是违反这个宣传纪律的。总书记去的时候，你那个特写，这少于3秒钟，每个镜头都少于3秒钟，这个是违反宣传纪律的。就是因为脸色太差，是吧？对，不能让你看时间太长。不是你看时间长了太清楚了，没错。尤其是旁边有别的人。你一对比，那就你像我们跟你一对比，我们脸色特别黑，就马上就比出来。就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知道，就怕这个比呢。这个听我的一个推荐，马上脸色就可以跟我比。看到网上看着放的这个红参了。OK， 对吧？对，这大家不用担心哈。去试试这个韩国的红参，而且我们现在是预售啊，手里的货已经被大家都已经卖光了。不是我这个。你可乐不是啊，不喝不健康的啊。这个红参呢，我们以前给大家介绍过，我现在把那2个故事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是真正的服用的2个观众，非常感谢你们在早安中国、邦美时间和高洁时光这里边购买这个产品啊。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张太太，她的一个反馈。她说呢，她的先生3年前做过肠癌的手术，恢复期呢，她就一直在买这个新鲜的红海参，是阿拉斯加的红海参，去给他先生去吃。这么多年，先生的身体一直在慢慢的康复。最近呢，他自己血压也有点高了，他呢就想特别尝试来自于韩国济州岛的一个红海参，因为他非常了解红海参呢，它这个修复能力极强。上次方伟不说了吗？几个小时之内就能长出来，你看，太牛了这个东西。然后呢，还能帮助呢血压稳定等等等等哈。那还有一个呢是美国密西根州的马蒂尼女士，65岁，有了20多年的糖尿病史。她最怕的呢就是皮肤受伤，一旦受伤就不容易愈合。结果呢，就在前不久院子里除草的时候，那个剪刀一下子就把手给割破了，就流血不止啊！当时她都吓哭了。然后呢，她呢就是因为以前都要好几周，那么这次呢，她就每天吃红海参，3天啊，伤口就长出新肉了，直接拆掉绷带，完全没有红肿和发炎。这是2个真实的案例。我们也自己隔一下。哎呀，不用隔下来，多喝2盒啊，跟太太说一声，下次跟高洁来比比脸色，然后跟习近平比比脸色，对不对？不要搞得那个样子，好不好哈？然后呢，这个对，目前呢，因为货已经没有了，大家赶快可以预定。那么我们马上呢从韩国进货之后呢，就能够给您邮寄过去哈。然后济州红海参又是世界公认的最好的优质的红海参，当地的它是。还是那个海女啊，手工去采摘的，到深海里边，产品一点都没有防腐剂啊等等的技术啊没有啊，然后安全可靠，品质天然，它上面还有一个3星的 logo 哈，是因为3星公司都在为这个产品呢做这种倍数的保证，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好的产品，希望能够帮上你，好不好？那女生包括呢，你去那个袋儿里边，如果你喝完了之后，不要扔掉它。放上一点水，把它当成面膜涂一涂。真的假的？真的。我上次方伟送的我喝完全丢了，对吧？你看一点不会过日子，所以你要把那里面放点水，再涂到你的脸上，下次看看石老师的面容是不是容光焕发哈。那买的 link 呢就在我们的屏幕的下边哈。习近平没喝我们的红海参。好，那这个呢，说到这儿哈，我们接下来说一点挺有意思的事儿，就马上9、3阅兵了嘛。然后呢，现在北京简直太乐死了。其实中国的这事儿一直有，我们题目就在讲叫厕所革命。哎呀，这现在就特别有意思。现在中国老百姓，你看，独裁者下台，中国什么要民主？
对啊，这是贴的还是写的？写的，就在这个厕所的这个门上啊，这个壁上两边啊，就全都去写这些东西。手册员。现在他们就在要，最起码93阅兵这块就要去整这个叫做侧景，侧景啊，或叫手册。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就是特别有意思嘛。那大家就说，因为这件事情不光是现在，就前2天不是苏州、浙江他们不是喝粪水了吗？对对对，把大家气的呀，就在那个厕所的那个壁上说习近平、彭丽媛、习明泽，你们全家都来喝粪水，就大家很生气嘛，又不让发声，又不给解释原因。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个时候呢，在苏州就已经要雇佣这个手册员了，然后呢，现在呢就跑到北京93阅兵，而且呢这次哈。我觉得那个民怨很深，他其中有一个写字多的那个说，他说我今天送了7份公务员的外卖，每个里边都加了东西，米田共是吧？对， okay 你吓人不吓人？他到公厕里面去写，对，什么意思？就是反正我告诉你，我在做这件事儿。还有一个人呢拍的，你知道美国国外有个电影叫《V 字仇杀队》，戴一个面具的那个，对不对？对。这个屏幕哈，我们不能在这放哈，有版权的。高姐只能是给你描述一下，发挥你的大脑的想象力去想一想。他呢是好像在出租车上，或者是他开车，然后呢就写着习近平下台，然后呢，就是他们93阅兵有你好看的，我要去杀掉几个人，在这个放着音乐没有声音。背景放着音乐，然后让你看这几个字，就才那个，然后这个录像在网上就传出来了，这很瘆人啊，非常瘆人。我在那看，我说这怎么像 V4仇杀队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在93阅兵的这个时候呢，民怨又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了。现在他怎么呢？就是每个公共厕所都派专人去看。他们就是没办法了，现在到93阅兵的时候，现在就得找这种守着厕所的人，说大家说你要不要也安个？他们现在不是什么？我看到网上说什么实名上厕所吗？对，要实名登记啊？对，要给大家出的主意，给中共政府要扫码是吧？对，然后呢，最好你说。扫1个码都不够，因为一个厕所里边最少10个坑位吧，对吧？那你光在门口扫一个，那进那里边10个人到底哪个呀？他最好每一个门里边都有一个2维码。那每回这个用完还得去检查一遍，对吧？没错，因为你知道得确定是这个人。太麻烦了，每个厕所里面安一个摄像镜头，然后再加 AI， 对吧？你知道这个厕所呀，特别有意思。2018年是2017年，习近平不就搞了个厕所革命嘛？对。他的2大工程一手抓，其中就有一个厕所革命。没错。所以呢，现在呢又跑到厕所里边说，这个门刚给我们安上，这个门又要给我们拆掉了，而且还要安上这种摄像头了吗？这就是现在93阅兵已经到什么程度？高瑜你们都认识吗？对，我知道，那都是老朋友了。他的现在在家里，他的5段网，他的手机全部给封杀掉，就到这个份上，一个老太太在家里头能怎么着？所以呢，就这件事特别有意思。现在呢，整个的网络上哈，大家都在提倡这件事情，就是厕所去反暴啊，抗暴，厕所民主，这就叫厕所革命。哎，我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有一句话写的这个让我是印象最深，我觉得最可乐的。他实际上是在嘲笑习近平的。他说他正在用所有人的余生来治愈他的童年。因为对谁都知道，这个习近平那个时候他老爸是被打倒了，然后习近平就是这个也被。他少年这种少管所对吧？然后呢受不了了，跑回家去，结果呢被齐心他的老妈被他妈妈再送回去。哇天，你这属于对这个孩子的伤害是超级大的。当然不能怪妈妈，我觉得怪共产党，对吧？所以说他相当于是。你正常人来讲的话，你经历了这么一个这么一种痛苦，他属于狗崽子里边的最下等的那个狗崽子。还有一些呢，老爹的当权派被打倒之后呢，儿子还可以到部队里躲一躲，当兵，他当兵都没有资格。这个关键是你是不是真正是战斗部队出来？如果你是战斗部队出来，你老爸被打倒了或者下台了。还有下面有那个老部下啊，一些其他的朋友啊，就把这就是军队自己人，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靠这个当兵，当兵躲开文革的那个东西。所以刚才你说的，他至于他的童年，他自己之后呢，
他在整个北京或者是当时他所在的那个地方，他遭受了很多的这种批斗、屈辱，包括自己亲妈都对他那个样子。而且那天我看到他写的是在下雨哦，下着雨，他把他撵出门去。他说上面是这么说，他说回去以后敲开门，妈妈开门，他说你怎么回来了？你赶快回去。他说我饿，我很饿，我想吃点东西。把撵走了啊，就好塞了他姐一个大姐塞了他一个硬馒头，然后那个馒头干的嘛，塞给他一个，就他妈妈就叫人把他带去，就吃了很多苦，吃很多苦，确实吃很多苦。然后他现在干嘛？你吃了苦，按理说你正常应该理解嘛，对不对？而理解你把共产党给废掉，对吧？然后的话，你相当于让大家别斗这个继续受苦啊。真的太可惜了。别人告诉你了，很多人都在说他就是在干这件事啊。对呀，你以为因为你平时那个你干不过共产党，别人说他这个加速师就是在干，因为只有他在台上，这个共产党是彻底的这个完蛋了嘛？现在对，所以这段时间好多人对说习近平这个势力衰弱，这个非常不屑一顾和这个叫做非常不同意也不高兴，说应该让习近平再待2年，让他继续的加速共产党灭亡。对，你知道这个共产党里面有一个特点，墙倒众人退。对，这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习仲勋当年下台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身边的人、秘书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人，哎呀，给他一通揭发，这个那个的，那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这个，所以习近平现在也清楚，也非常清楚，他不能不去西藏，你知道吗？他又不去西藏，这个迹象太明显了。最后墙倒众人退，退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了。那时候你想和平退也行，退不下去了。对。哎呀，今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录像，现在还不清楚他的姓名是谁，但是这个录像是真实的。我看到网上说这是一个官员，他为了保住他的妻儿和财产，他从30层楼上跳下来，摔死了嘛。然后那个录像我就说中国大陆太残忍。他盖着嘛，这个遗体就盖着呢。然后来的人得把遗体拿走啊，你怎么拿呀？你不还得把它展开吗？周围都没有隔开，就这么拍着，这个人已经摔得四肢分离了。然后，哎呀，然后就人就身体已经一半了，然后拖着2个胳膊，把脑袋放在那个腿都摔散架子了。我当时看的就是第一个，就这种东西在中国网上能流传出来；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网络上说就是一个官员了，那现在具体消息还不知道，看看未来能不能出来。所以这个下场是很惨的，中共就这个绞肉机呀。你再看前2天杨兰兰，你说你有那么多钱，你连个名字都没有。你得躲着所有人的这种目光，哪怕你把那个奢侈品牌全都包下来了，你自己在家照照镜子，你美到什么程度呢？那锦衣夜行，真是锦衣夜行，真的是对吧？这才叫锦衣夜行，真是锦衣夜行。就是这个中共的，就是它就像一种病态，这个钱呐，这个权呐。这个钱不拿到手里，他简直就不能活出一个正常的生活。咱不懂哈，也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这钱多到那个份儿上，他真的那么快乐吗？也不能像我们在这，你看我们坐聊聊天，你管你川普、习近平，我们在这能说一说。你说你连个面儿是谁我们都不知道，你给谁看呢？光人家给你奶奶看，给齐心看，给习近平看。哎呦我天哪，真是这共产党的这些权贵们活的也真是有意思。我要给北京公安局出个主意，如厕园不行，你要真的要设立一个这个公共厕所分局，然后里面这个有专门管屎的，有专门管尿的。屎警、尿警，全还得加上，还得雇一些辅警，要光那个正式警察不够用的呀。对，那么多这个公特。哎，北京多少人？2000万吧，最少常住人口。能照顾这个几千上万人的这个就业了呀。然后你得多少厕所啊？你怎么去管呢？现在有 AI。把这个所有的厕所墙全部变成 AI， 恶心死了，跟1984的那个一样。其实你要说中国这个厕所革命早就有，我觉得是吧？早就有，在前2天就是叫四通桥事件的时候，彭定发
的时候，他那几句嘛，那就后来他那些排比句全部在厕所里边就是不断在有。我跟你讲，我对共产党的这个第一次发生这个怀疑和反感，就是跟一个厕所里面的反动标语有关系。你也曾经搞过厕所革命？没搞过厕所革命，那是我们那个中学，在广州那个中学，那个厕所里面发现了一个反动标语，上面写的打倒毛主席，他都不敢写打倒毛泽东。哪什么年代呀？那是我中学74、75年、73、74还没死呢。没有。那个时候毛泽东信誉已经跌到了谷底，那个时候跌到谷底了。但是你想，我们也不知道谁写的啊。然后发现这个以后，就是重大敌情啊！你想，这个是在中学，这阶级斗争新动向啊！你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是吧？所以就全校开会，要找出来，大家揭发谁那一天去过那个厕所啊？你大部分也不记得，谁记得？结果呢，就有一个学校里小孩，大家你来我往，而且还有外人。没错，最后就有同学也不知道有什么人就说，哎，某某某去过那个厕所，又举报了啊，就举报了，就是说这个人去过厕所，别人也不是举报，他确实去，很多学生都去过，谁不去？对呀，对，每个人都去厕所。结果呢，就全校开大会，就把这个学生啊拉到台上去，就说你还不说。那个有个老师是个体育老师，啪一脚踹过去，踹在他那个腿上，他扑通就跪在那个台上了。那就是你们自己的同学吗？啊，那个同学就开始哭。那个同学是个很调皮捣蛋的小孩但不至于你根本最后查来查去根本就不是他，就是他也死。我估计也不是死不认的，他可能就是反正他就说他没有。所以最后查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当时就是一脚，我就亲眼看见那个同学，就一脚被那个老师就，哎呀，大家那个愤怒啊，什么这个啊，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那喊口号，在那弄啊。那你呢？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太荒唐了，这个事情太荒唐了。你没跟着喊口号？我不记得我喊了没有。那你觉得荒唐，你肯定不会喊口号去逗你那个同学。不是我不敢不举手，问题是。OK， 那你为什么那么小，你就会觉得荒唐呢？我觉得这个太侮辱人了。我当时的感觉是，你抓他，你去问啊是怎么样都可以。你当众的这个，你一个体育老师那么壮，那个这。广东中学的一个小孩啊，1.6米不到的那种一个小孩，你在那噼里啪啦打什么？而且你是专政机器，你怎么这？我就觉得特别的。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奇怪啊。你看，你这是文革的那时候，对，中共以前那个时候文革，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个讲那个湖南的道县大屠杀，对吧？那个县是40多万人，就是就是打死的大概是7900多人。然后呢，自杀的1000多人，最后加起来是6093人，就那个县，其中有一个就跟这个厕所这个革命有关系。其中那个里边的话，在一个厕所里边发现了，就是毛泽东的一个这个语录牌儿，那个年代呢，这属于这种罪大恶极的这个反革命啊，对吧？结果后来查说，哎，这个叫什么？有一个医生叫谢之相的这个11岁的儿子。那小孩谁知道咋弄的，你也没人知道。但是呢，问题在于那个上级的这些领导啊，还有这些人呢，就开始说他不可能小孩自己干的，对吧？那一定是他老爸教的。最后就把这一家是5口好像全部的给弄死了，处死掉了。太荒唐了，岁月。而且是道县那个是。没有任何法庭，没有任何宣判，就是民兵，就是这个就是凤桥经验，就是把这个检察官、法官、公安局什么什么全部这个权利交给了基层的老百姓，基层老百姓觉你不顺眼，打死啊，当场就给打死。这过去在美国叫私刑。对，就是这个就以前这个疯狂啊，在道县就是这样。对，这习近平还要再去抓凤桥经验。对，哎呦我的天，你得亏是身体不好了，我的天娘啊！否则的话，中国真的是大家就看着这文革2.0已经正在路上了。所以习近平的这次问题
中国的可怜之处在于什么地方？你说中国知识分子知不知道？你说那些共产党里面那些官员知不知道？都知道。你说那些知识分子知不？要不然说他胜利大会一开，股市就涨了，大家都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但是就是这个他那个制度啊，他就是那套体制，他就愣是叫你谁也没办法。所以共产党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得把这个机器给砸烂。没错，这个机器如果不砸烂没用，没用。你换了，你以后还是这样的。因为共产党里面最重要的，它由这个党来领这个国家的所有的政治，垄断所有的暴力。这个党呢是列宁的政党，任何人性、任何东西都必须服从这个党性。也就是我给你下了个命令，你杀你爸爸。你再怎么样，你也得把你爸爸杀了。共产党里面很多啊，对，很多太多了，包括薄熙来不几脚把这个什么薄一波就老爹的这个肋骨踹断了嘛。对，看那个历史回忆录的时候哈，就是纳粹，他们自己，哎呀，人家没残忍到这个程度来。纳粹那里边有一个情节很让我印象非常深，因为。希特勒他那些纳粹分子啊，那些他们都是很什么画家、律师、医生，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真的就跟希特勒在一起，他们做出了许许多多屠杀犹太人的各种政策。那些好多温文尔雅的一些这个那种绅士的，对呀，所以当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些纳粹那种暴行给揭露的时候。有些他的邻居啊，或者他们那些人呢，绝对不相信的啊。当时他们有一个细节，他们回忆的时候，就是这些人一看到他们叫做首领，叫元首，看到元首他们都发抖，害怕。你看，我们都看到希特勒那个人哈，个子也没有那么高，长得也没有那么帅。你说他那样的一个人，周围那些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出来，在他跟前会发抖。好，回头再说中共这一部分。江泽民曾经有人说过，就江泽民最猖狂的时候，周围人看他会害怕的，没办法反抗的。政治局常委那帮人看着他都害怕呀，是吧？你说，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你记不记得是在你上次说过一次，就台湾这个一个杨文广修了，他有一个老师，他有一个上师啊，修了上千年了，然后告诉他，对不对？他能够看到，也能够算到一些事情。所以你就说这个共产党啊，这个以后我们可以谈，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以前文革的时候，就是一切牛鬼蛇神嘛，要达到一切，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形容词，真是有牛鬼蛇神，全跑光了。真的都跑到台湾去了。对啊，就是这以后有机会就咱们谈啊。行。比如说台北这么多庙，哪来那么多庙啊？全跑去了。哪来那么多神哈？所以我想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刚才讲到的是我们看到的，用人类社会的这样的一种政治啊，这种社会学去讲到它是一个体制，但是它所表现出的体制它是非人性的，它不是那种正常人类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所以我刚才联想起来，就包括希特勒的那个，你怎么会害怕他呢？今天美国总统全世界最牛了，对吧？你也没说怕的不得了啊。但是你看，越是这样的，包括斯大林都发抖。你看他们的回忆录里边都是看的都抖啊，有的当场都吓尿的都有。那你说他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总觉得，他这个体制后面 something 有点东西。那我就觉得，我总管它叫魔教，那就是一个大魔教的魔教之都。所以他在那个里边，你人太弱了。你说那我自己也见到过那个人呢，不管你五大三粗的，你真碰上那种事儿的时候，人啥都不是。慢慢这种故事慢慢再去讲，我亲眼见到过，那真的是你被那种附体上来的群挺大的男子汉，什么都不是，人家让你做什么做什么啊。所以我就觉得，你说共产党就这个德性，对吧？对，我就看到他不正常，他非常反人伦，他就包括从他的首相，从他的这个一把手，所有体制内。他真的是一个绞肉机，那种还得是食人的，他得要寄生，他得去用这种方式，否则你怎么去理解？你正常，你说他也是为人父为人母，他有他的女儿，你不懂得吗？你不懂得吗？你真的是，你看习近平在真正的掌握最高权力之前，其实你看起来他好像也没有那么的，也没那样，对吧？也看起来跟不同的人也是看起来就好像关系喝酒也骂娘啊，对，也吹小牛也撒谎，对啊，你到那个位置上，所以就根本也泡妞。
友。这两都是浪的天我们在看电影，这个《封神榜》第2部啊，所以那个《封神榜》那不就是吗？那商武啊，这个西岐和商周打仗的时候，其实天上的神都打乱套了，对吧？然后神仙打完仗了，下面再去再去打一通。所以昨天我在想，哎呀，我这跟现在的这个人间好像啊。好了，我们今天呢又谈政治，又谈这个故事哈。那希望呢大家能够喜欢。你有什么样的故事也分享到下面，咱们下次节目呢跟大家一起去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好，跟大家说个再见谢谢大家，谢谢。好再见记得买红海参。谢谢石山啊，link 就在下面。下次节目咱们再见。因为我看着他，我就一直在流口水呢。再见。再见。